我们欢迎既知爱情心动，更解事业心动的播音系师姐孙乐妍，欢迎！谢谢老师们，大家好，我是乐妍。乐妍也是主持人界首位拿下奥斯卡的这个主持人，这说得非常好，成功拿下奥斯卡。纯叶和乐妍都是中国传媒大学播音主持艺术专业的科班同学，主持过各种大型晚会。乐妍现在还是新闻主播，对我还是。今天正好两个大组，一组偏新闻向，一组偏娱乐向，所以两位师姐加入之后，希望可以帮助我们点亮第7盏渴望灯牌。必须的。纯叶很了解，对不对？对。你们战绩不错哎，亮了6盏了，好厉害。是的，今天我们将看到实习生们最后一个课题的表现。纯叶是大师姐了，你看之前的节目有没有谁让你印象特别深刻？有没有什么祝福想给到他们？我想给他们送上的就是好运祝福，因为我跟他们这个年纪一样大的时候，我觉得我的比赛的成绩都还不错。因为当年艺考的时候的专业排名，我是中传第3，然后上戏第1名。哦。然后我大学毕业到今天为止的这份工作，就是我大学毕业当年参加了我们台的全国主持人的比赛，然后有一个跟冠军签约的 offer， 我就签了，一直工作到今天。哦，所以你当年就拿到了令人心动的 offer。是的，然后我们当时的那个很多主持考核的环节，跟今天实习生环节很多都是一样的，所以看到他们的时候，就会让我当年的那个画面就会完全的浮现在脑海当中。觉得谁更强一点？你们当年和现在的孩子们？我觉得各有千秋，情商拉满。你看，不愧是冠军嘛，要不人家都拿冠军的。江山代有才人出啊，代有才人出，其实有一位师妹已经坐到我们身边了，已经裁人了。现在刚拿到 offer 就裁人呀，有才的才，你们这刺猬就是才华才啊。因为现在腾讯的视频热播剧《许我耀眼》正在热播，很多观众看完之后就说：“编剧是不是了解你的故事？”很多人说：“这个乐妍跟这许妍是同一个妍吗？怎么有那么多相似的经历？”不是，因为我真的是《许我耀眼》的忠实剧粉之一。然后那天早上我醒来，我看到这词我都懵了，看自己的自传的感觉。那没有，因为剧里的许妍作为妍姐，有她发光发热的那一份。但是我觉得我是我自己人生路途当中的妍姐。对，所以我觉得我可能会向着许妍这个方向去努力。而且你跟我们节目其实很有缘。首先你是中传的师姐嘛，而且跟 offer 这一季里的助教冯琳啊，你们不仅是大学同学，而且是同寝室的室友。真的吗？对。哇！而且都在各自的领域当中光芒四射，互相帮助。你这么一说，我一回头，我发现好几位跟你有千丝万缕的联系。韵林也在广东工作过，之前是你也在广东工作，那算是你的前同事吗？对，我跟韵林是之前在同一个办公大楼里面工作。这缘分太深了。我印象中你是湖南人，庞征是湖南人。我跟庞征高2就认识了。都是你的熟人。我们是18级的湖南省艺考生。这个世界太奇妙了。其他有2位是我的师妹嘛，这个毋庸置疑的。张诗文，对，还有你师弟。程朗也是你的。侯子泰。对，还有我师弟。8个已经有6个跟你，所以我觉得我今天就是亲友团来助阵。你是熟人局啊！我就说挑的太好了，这个人挑到位了。上一周的结尾，我们看到了综艺的考核刚刚结束，因为综艺考核是在长沙录制，所以就在长沙的大会议室，带教们召集了8位实习生。那终极课题的发布，也就意味着大家的实习工作到了最后一个环节。根据我们 offer 的惯例，终极课题向来是分值最高，分差最大，挑战最完整、最全面的一项考核。也只有突破了100分的实习生，才能够进入到终极面试，才拥有角逐入职这唯一的一个 offer 的机会。截止到课题7，只有2位实习生突破了100分，于佳105分，庞征100分，然后是韵林和诗文并列第3，90分，然后是杨林卫70分。3位男生程朗、子泰60分，王玉55分。好好加油了，朋友们！最后一次得分的机会，他们究竟能不能把握住，给我们所有人一个惊喜呢？拭目以待。在这里要提醒各位凹粉，记得打开弹幕，体验花式的弹幕互动，见证令人心动的 offer，花落谁家。
终极课题到底是什么？有多少分值？大家表现又怎么样？一起来看第一段 VCR。接下来我们要公布我们第8个课题任务。来发布喽！凌晨2点发布课题。那我们有请白旭旭老师为我们公布。废话少说，直接进入主题。接下来这个考题，我们会尽量综合到前面所有给你们布置的任务当中教给过你们的知识，是一次非常完整的方方面面的考察。所以能不能为这一次实习过程交出一份让你们自己满意的答卷，接下来这个考题是至关重要的。我接下来就要发布在你们这段实习经历当中最后一个终极考题。终极课题将会分为2场非常大型的活动，一场是在青岛举办的腾讯 Jump Park 音乐嘉年华。这个大呀！这个超大。腾讯线下音乐节。太帅了！这办的超好。另外一个是在上海举办的2025上海书展。哦，上海书展，中国最大的书展之一。上海书展从2004年举办第1届到现在已经有21年的时间了，是现在国内年度的重要图书新品的首发地，也是面向个体读者的阅读风向标，更是全国和上海重要的文化节展品牌。走过了21年的时间，在这个过程当中，书展举办的活动从最开始大概是170多场，到现在今年的书展一共有1200多场活动，也成为了全国性的一个重要文化盛事。图书真的很需要线下。对，那这一次音乐嘉年华是为期2天，由我陈晨老师还有冯林带队前往青岛，所有参与的4名实习生将会在16和17号这2天同时面对线上和线下的观众。4位实习生会根据工作内容分成2组，分别是 Jump Park 主持组以及 Jump Park 探访组。哦，还分2组。那 Jump Park 主持组是2个人，分别是 Open Day 的热场主持和 Open Day 的舞台主持。Open Day 的舞台主持需要在舞台上跟腾讯各大剧组、综艺 IP 的主创以及音乐人进行采访互动。Hello， 这个岗位呢，他需要和 Jump Park 的官方男主持严学新来搭档。所以这个岗位它有一个硬性的要求，就是需要有主持人证的女生。主持人证哦，这3位都有。Open Day 热场的主持人会配合在舞台上的2位主持人，在2个剧组采访之间和观众互动。我的天，哇，这个难度太大了。我特别喜欢周也，想问一下团综什么时候上线？让观众保持热情，尽可能多的留住观众，非常考验大家临场应变的能力交互的能力、组织的能力。Jump Park 探访组的工作是 Bounce 市集的直播逛完。哇，内容好多啊！所有舞台的后台采访。探访也很难，后台太吵了，后台太难了。我和石晨老师以及冯林会在现场完整的观看2组4位实习生你们全部的准备和工作内容。另外2位老师也会在上海观看你们的直播内容，所以对你们的考验还是很大的。然后下一个课题就交给臧希老师为大家介绍。实际上就是概括一句话，围绕上海书展去策划并且制作一档150分钟的直播的特别报道。150分钟，这么长啊！天，直播2个半小时，很长呀。什么是直播特别报道？大家应该理解这个概念，就是我们既有演播室的访谈，也有新闻片，还有连线，通过大家的串联，围绕着2025上海书展
确定一个主题，进行150分钟的一整档节目的报道，会考核大家的策划、新闻片的制作、现场的连线、主持的访谈等等，关于电视新闻的各方面的业务能力。那今年的上海书展有很多的新书的首发首秀，那包括马伯庸啊、毛尖啊、杨红樱啊这样知名的作家也会参加上海书展，所以活动内容非常丰富啊，而且分主会场和各个分会场。那可能如果参与这个相对的考核，需要有更多的资料的收集啊，以及对于这些资料怎么整合出来一个主题，以及用什么样的形式在150分钟的时间内呈现出来。这个其实对知识储备要求也比较高。对，当然了，你临时看都来不及。来不及，这真来不及。靠积累了。而且那个，你想，你要比如说啊，采访毛尖，就是你对他的味儿就特出彩。他愿意跟你聊。毛尖表达多出彩，但你要不对他的味儿，你试试。他不想理你，这就完了。那具体来看，我们也是实习生分成2组，一组叫做演播室主持组，另外一组叫做现场报道组。演播室主持组是2个人，那完成演播室主持的工作，包括串联、嘉宾访谈、连线。那在直播的时候呢，演播室我们会请来几组嘉宾进行访谈，那么每组访谈的时间大概在15到20分钟。那现场报道组也是2个人，完成书展的现场的直播连线，组内每人连线2次，每次10到15分钟，也就意味着你们这一组要在整个的直播特别报道当中提供4次直播连线，啊。另外一个要求是每组都需要拍摄一条3到5分钟的新闻片，所以这是要完成的工作。当然，最初的整个直播的策划工作是由4个人来共同完成的。来完成这个策划之后，才能知道每一个段落具体要做什么，连线往什么方向走，短片拍什么东西，嘉宾访谈往什么方向走。现在考的都是采编播一体。对，采编播导全方位，一个人就是一支队伍。150分钟比电影都长。对呀。然后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具体的分数，4组都是合作竞争的关系，组内 PK， 每组考核积分为40分，考核积分此消彼长。40分，那王玉最多就95分呀。另外还有额外考核积分、团体分，也就是青岛组和上海组会进行对比。哪一组能更好地完成课题，组内每人将额外获得10个考核积分。哦，额外加分。也就是说，从理论上来讲，这次考核结束之后，最高可以有人拿到50分。哦，王玉还有机会，生死一线，就全有机会翻盘，都有可能翻盘。是。那接下来我们要开始分组了。我们是分成2个大组、4个小组。这次考核非常考验大家协作和竞争的能力。那么今天最终的选择权将会通过你们自己的手来决定。抽签是吗？抽签啊，我们这边有8个数字，从1到8，依次选择。我这个手气真的。你要不要第一个抽？你已经连续2次抽到最后1名了，是吧？不是最后1名，就是倒数第2名。虽然是第4，但是也没有选择的余地了，是。韵林这一整季就是手气之王，从来是比如说抽最后啊，抽没得选呐，就是到他都没得选。真的。但他每次表现都不错。对，但是发挥的都很好。那我先选吧，老师。哎，不好意思。好，那我拿这个，我拿这个。对，命运都已经把这张甩给他了。庞征怎么了？这个表现？对他好像可能是最后一个吧。有可能。好。好扎心，看起来不太行。不会吧？庞征已经绝望了。最后。我也就拿这个。好1。又低呀，又是第1。8。哦，你家第8。那庞征是7。1是这样。1不会是韵林吧？韵林吗？韵林。王玉第一个。王玉。哇，王玉是1。哎呦，牛。
那这不挺好吗？给他一个机会啊！因为王玉确实，王玉需要放手一搏，他需要放手一搏。这也是运气哦，这运气也挺神奇的。对，王玉，你可以先选了。你还要考虑一会儿吗？可以理解你们的慎重，最后终极考核了。开始吧。没得选。你做啥都可以，强。哎，你们猜王玉会选什么？我觉得这个舒展，他要去炸去燃，在场上跳有难度，但是安安静静的跟作者聊聊天，很是他的舒适区。我觉得得选音乐节，因为音乐节现场的元素难度系数低一点。他们现在刚刚录完综艺节目，然后王玉在这一趴的综艺里面表现的比较平一点，平一点。那咱们就平地起高楼啊！哦，哎呦，纯叶老师平地起高楼了。哦，他热场，放手一搏了。很诧异，王玉选择了热场环节，就是在舞台上去热场。那他是要挑战自己。我们所有人都觉得他并不适合做热场这件事儿，因为热场，比如说5到10分钟的热场，你真的全用话去给他填。那得靠情绪顶着，那得靠情绪顶着，而且不能是一般的情绪。那种场子必须得专业的主持人。如果王玉全程都是靠语言，那真的就很难让这个场子热起来，会冷下去。也许他想挑战一下自己。其实热场，我们脱口秀经常热场，非常难。当然了，热场超难，因为首先来说，那个环境本身有时候就很恶劣，所以大家的心情就很差，然后呢，那个时候，所以说大家又急切的需要你尽快开始，而且现场人又过多，它不是一个演播室综艺的那种配置。对。但是这个环节，如果王玉表现得好，是真的有可能拿到50的，所以他可能就这么想，他放手一搏了，放手一搏了，对。程朗应该是探房主吧？探访，这个适合他，朗子。我也想这种。3是谁？3号是。3男孩1、2、3，男生1、2、3，男生1、2、3，子泰应该也探访吧？你怎么又懵了？他又开始想那个对决策略了。你们既要选择自己擅长的，还要选择你的竞争对手。姿态有点失神了。他会选新闻，你觉得他会选新闻吗？就是2个男生都已经在争 park。老师是哪个要拍片子来着？2组都要拍，这2个都要拍。对。子泰现在分也不高，其实3个男生差不多。对。这是机会，这是最大的机会。这好难选啊，老师，好难啊。那要做选择啊，相信自己的直觉。子泰，你就别难了，子泰，你肯定选音乐节啊，子泰。如此犹豫。每次写的名都长得不一样。哦，这为什么呀？想回上海了。他选的是演播室主持，想回上海了。子泰犹豫了半天，选了新闻的演播室组。我能明白，因为子泰心里还是有个结的，就是他是觉得他其实之前
表现的还是不错的，而且我也给了他鼓励，他觉得自己也还是可以的啊。所以某种程度就是你心里那个结儿，你得在那关再过一下。再试一试。我想他经历前一段时间的就各种各样的访谈，哪怕是帮助团队一起做功课，我觉得还是有一些进步的啊。可能他觉得，哎，我憋口气，在这再试一下。哦，在哪儿摔倒，在哪儿爬起来。哦。玉林，你有主持人证是吧？有的。玉林很果断，毫不犹豫的选了，他的确合适，这就是他的舞台。是谁还有主持人证呢？哦，诗文肯定选新闻吧？我觉得。诗文应该会选那个新闻吧，播报。对。啊？去哪儿？很震惊，老师很震惊。白老师，诗文选了是正牌的，我以为他会选新闻，我以为。啊？是探访，这是怎么了？那是我是唯一能选的，我感觉。那我现在只能选直播连线了。最后一场大家不应该展示自己的优势吗？为什么都要去挑战？我觉得从他的角度来讲，他尝试一下我也可以理解，因为他上一轮结束已经90分了，就某种程度上他已经稳了，所以他可能尝试一下，让自己有更多的可能性。他要呈现多面的自己，因为他反正那分已经90了嘛，是吗？他不可能0分啊，很难0分。对啊，对。6，谁是6？来，林蔚，直播连线，这个确实很让人纠结，太纠结了。为人性癖单家剧。哦，演播室主持。林蔚去了演播室，他没选报道，他选了演播室。实事求是讲，这组搭演播室，当时我看到我是有一点担心的，就是因为如果子泰的状态不起来，在演播室里穿150分钟，是有点难的。而林蔚前2次的访谈呢，多多少少有一些问题，我觉得还是没有解决的，所以就我这个是有一点点担心的。这个组合完全想不到。真儿啊。就剩我俩啦，没得选，就是好像没有选择的意思，就好像没有选择权一样。去吧，填那也把自己名字填上吧。这2个岗位其实是内容一样的。目前排名最高的就是你俩吧，应该是吧？最高第1、第2名的，雨佳和庞真。他们俩去现场报道，他们俩没什么压力呀，2人都进了。对，稳稳的。他和雨佳是并列的，然后2个最后选，也正常。我觉着接下来拿分看起来，诗文和韵林现在90分问题不大，各拿10分问题不大。应该不大。林蔚是70分，再拿30分就可以。但是这个如果林蔚拿到了30分，就意味着子泰肯定完蛋。因为他俩是同时的。那如果说团队的10分我们拿到了，那林蔚还要再拿20分。林蔚拿20分，就意味着子泰拿20分。子泰再加上团队的10分，也是90分，不够的。他们俩是此消彼长，子泰要拿40分才行，好难啊。对，朗子是和诗文一组，诗文如果拿10分，朗子就是30分，90分。
还差10分，除非拿团队的分再10分。王玉我觉得是最难的，王玉是55分，现在要拿就要拿45分。那也有可能出现3个男孩都没有获得对这个100分。实际是这个很有可能出现这种状况的状态。哎呀，很有可能。任何一个工作都是很有挑战的，做好了都能发光。是的。即使不是你的第一选择，很可能就是最好的安排。所以就是大家现在全力以赴。哇，这个还挺刺激的，非常刺激的。哇，到底是努力大于选择，还是选择大于努力呢？